假设每天早晨没有人为你唤醒，夜晚家中无人守候你的归来，但你能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，完全不受束缚。这种生活方式，在你看来是孤独还是自由呢？对于已经步入社会的人来说，无论是在事业上奋斗，还是在学术领域深耕，只要具备基本的智慧，你一定能明白一个道理：要在某个领域有所成就，就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，片刻都不能松懈。纵观世界上那些声名显赫的科学家和企业家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工作狂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是常态。而且在这些顶尖人物中，超过90%都是男性。即使明知这样的拼搏会损害健康，甚至可能缩短寿命，依然有许多男性渴望在特定领域脱颖而出，成为佼佼者。每天工作16小时又怎样？一辈子承受孤独又有什么关系？要想在某个领域称王，必然要比同行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心血，甚至得牺牲掉大量个人生活，有时还可能被贴上怪人的标签。这些都是必须承受的代价，巨大的牺牲几乎无法避免。之前在一个知识分享平台上，有人曾问我，创业者该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？我的回答很简单，根本平衡不了。即使我们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中，成功的几率依然很小，更别提还要分心兼顾其他。心理学家荣格曾说过类似的话：男人追求的是完美，女人追求的是完整。所谓追求完美，就是在某个方面做到极致，比如事业达到满分，而其他方面像家庭、娱乐、社交等都可以被舍弃。为了在某个领域出类拔萃，他们愿意赌上一切去拼搏闯荡。几十年的孤独生活对他们来说无所谓。然而成功毕竟是低几率事件，即使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他们也会反思这样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。我看过许多关于比尔、盖茨、埃隆、马斯克、麦克、泰森的访谈，特别注意到他们在谈到遗憾时，几乎都提到应该多花时间陪伴家人。而追求完整，则意味着事业、家庭、娱乐、社交等各个方面都要均衡发展，最好每项都能达到80分。如果有所偏废，即使在某一个领域做得再出色，人生也会留下重大遗憾。我大学毕业已有10年，观察那些已婚的女同学发现，她们大多在28到30岁之间步入婚姻。或者说，30岁是一个分水岭，一旦过了这个年龄，相当一部分女性会选择不再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，而是将大部分心思转向组建和照顾家庭。她们很少会为了在某个领域称王而每天工作16小时，这种女老板的比例极低，尽管这样的男老板却不少。因为他们觉得把一生都奉献给事业太不值得，甚至有些愚蠢。那么为什么女性更倾向于追求完整而非完美呢？我认为可能有以下3个原因。首先，这是基因使然。雌性的天职之一是繁衍后代，因此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大量精力照顾家庭，这是深植于基因的本能。雄性的职责之一则是外出狩猎，为家庭提供食物和庇护。所以男性的事业心通常比女性更强，这也是基因决定的。尽管社会发展让男女越来越平等，有些女性选择终身不育，有些男性选择躺平，但主流趋势依然难以改变。其次，不同性别的吸引力来源不同。比如在婚恋市场上，事业成功未必能让女性更具魅力，但对男性来说却能大大加分。女性即使事业平平，只要能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人尊重。而男性若事业平庸，则往往缺乏底气。最后，女性的时间表更加紧迫。绝大多数女性需要在35岁前做出重大抉择，是否结婚生子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就必须在35岁前找到合适的伴侣，或者透过其他方式养育孩子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至少在35岁前，他们的信念不会动摇。总之，无论是否选择不婚或丁克，
作为女性，潜意识里始终有一个时间表，而男性在这一方面的压力则小得多。50多岁甚至60多岁结婚生子的男性并不少见，这往往取决于他们在事业或学术上的成就。抛开性别差异，你究竟是追求完美的人，还是追求全面的人呢？想找到答案，不妨再问自己一次文章开头的问题：假设每天早晨没有人为你唤醒，夜晚家中无人守候你的归来，但你能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，完全不受束缚。这种生活方式，你觉得是孤独还是自由？如果内心已有答案，那就坚定地走下去吧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